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静豪，安琪。哦，我刚才跟永威吃午餐，就顺道来跟你打个招呼。啊，这些东西我是买来送给你的。你太客气了，怎么买那么多东西给我？怎么会呢？那天还要麻烦你送我回家，还帮了永俊，这些只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其实那只是小事。这些小小意思你一定要收下。哦。里面这些补品你要记得多吃，我还买了一些保健产品，都是对心脏很有帮助的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心脏？我是无意中听永威提起的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怪我多事。不会，你买那么多东西给我，也那么关心我，谢谢。我需要到儿童病房去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那改次你有空我再来找你。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。你以为你是成龙啊？一个打3个，没被送进医院已经算幸运了。年纪轻轻学什么好勇斗狠，真没出息。你先问清楚才骂人好不好？问什么？明明就是跟人家打架，然后被抓进警察局的。我的确是去捉人，不过不是去捉他，是捉那3个不良少年。这位小朋友年纪轻轻就懂得行侠仗义，果然是我辈中人了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位小朋友呢，是看到3个流氓欺负一个老人家，才过去帮忙的，结果就和人家打起来了。你说他幸运呢？这点倒是说的没错，因为刚好就在那里巡逻，所以就把他们全部带回警察局了。那还不是一样？总之，跟人家打架就是不应该。怎么说都好，这位小朋友就交给你了，先走了，得回去工作，拜拜。喂，干嘛找我来当保你啊？因为你爱管闲事。走吧。去哪里？你怕我带你去卖啊？你的手扭伤了，不能这样回家吧？走啦。哎呀，跟人家打架，不论是对还是错，后果是自己痛。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，痛吧？痛就喊出来，别强忍了啊！你们知道吗？
这当年呐，关公关云长被人用毒箭射中手背，那个华佗要帮他开刀，哈哈，当年关公啊就拒绝用这个麻醉药，他一边下棋一边呢让华佗帮他开刀，完全是面不改色，真是英雄气概呀！哈，我看这位小弟弟啊，也有当年关公的几分豪气呀。阿嬷不是吧？这小子也配称英雄？你看冷汗都冒出来了，根本就是硬撑了。哎，我倒赞成你阿嬷所说的，这小弟年纪小小的就懂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现在没有几个人能有这种侠义精神啊。小弟做得好，真不赖。拜托你们两个把这一套收起来吧，这里是法治社会，不是武侠世界，更不是唱大戏的舞台。说到这一段呢，刮骨疗伤的故事，我呢就是一时想不起来，当年呢是哪一个王八蛋放的毒箭啊？我也忘了。是超人。啊，对，就是曹仁那个混蛋呐！哇，想不到你也看《三国演义》呀？哎呀，真是难得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连中文都讲得乱七八糟，还有几个还有看这种书呢？小弟不错啊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会看《三国演义》很了不起吗？哎，永俊啊，你今年几岁呀15。15。我啊，看我们两个真的是很投缘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真的希望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干儿子。哎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说他做干儿子，那我不就是他？哦，原来你是怕小人家1倍呀？说什么都不行。就是了，年纪一大把了，还学人家收干儿子，哼，真不知丢脸。小弟，我看你筋骨还不错，不如跟我黄师傅学学我们黄家的独家绝学吧？哼，死黄宽呐！你那2招3脚猫的功夫，你也想要浪费人家的时间呐？喂，老太婆，你说我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够污蔑我们祖师爷黄飞鸿的真功夫啊！哼，哎，别理他，我们继续谈吧喂，你想想看，你想做这个老太婆的干儿子好呢，还是做黄飞鸿的传人比较善呢？其实为别人打抱不平不是件坏事，可是如果能够在不需要用到暴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，那就会更好了。如果真的不能避免的话，那以后遇到3个人就快点跑吧，不要逞强了。好啊，那以后我遇到3个人我就跑，遇到4、5个我就照打。告诉你吧，去警察局担保你之前，我已经见到你妈妈了。早知道叫她直接去担保你，免得受气。既然你不要担保我，那以后我找别人好了。幸好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弟弟啊，要不然一定会被你气到吐血。幸好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姐姐啊，一天到晚爱说教。喂，谢了。不客气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根本没有必要申请调去其他部门的。如果你这样是为了想避开我，那你就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我没有再避开你了。一鸣，我真的不希望结果会变成这样的。如果你亲口告诉我，你不想再见到我，我会远远的避开你的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见到我，我以后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只要你留下来，好吗？或许我说的不够清楚。我回来当医生，并不是为了你。
我是为了寻找自己人生的目标。我想知道，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该走的方向是在哪里。请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为了你而回来，现在也不是为了你而离去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心话吗？妈咪，你到底要睡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快点醒来吧，我就要出院了，你快点醒来陪我一起出院吧，妈妈。如果你不醒来，我就一直陪着你。秀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不可以随便跑来这里的。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我要陪妈咪。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你这样子到处乱跑，你的伤口会受到感染的。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要，我要陪妈咪。你在这里又能怎么样？你妈妈会醒过来吗？你如果不好好的照顾你自己，要是你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是没有人会可怜你的。对不起，秀明，我不应该这么骂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干嘛一个人站在这里，好像很寂寞的感觉？喂，你这个人真不懂人情世故，人家跟你说话，你应该给点反应，这是最基本的礼貌。我看你这几天一直愁眉苦脸的，一定有心事，对吗？你不要误会啊。我不是在留意你，也不是在关心你，只是不喜欢周围的人不开心而已，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。算了，我还是去跟墙壁说话好了。其实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回来当医生呢？你跟我说过，如果不能为自己而活，就该去尝试为别人而活，帮助别人，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。不过我回来当医生之后，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我帮到什么人，我反而还做出不应该做的事，伤害了。伤害什么？或许我的人生根本就没有方向，那又何必勉强去寻找呢？千万不要这样想。喂，站在这里发呆是没有用的，找不到就应该再去找，不开心就要寻开心。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
我们曾经和大海来过。拿着。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我会有病？为什么那么多小孩子要受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那么不公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该你了。你发什么呆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把烦恼藏在心里有什么用？快丢啊！用力一点！你是男人，应该比我更用力。就是这样，把不开心的事全部都大声说出来。好了，够了。我真的恨我自己。落地好食又够味，食了精神是好无比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哈。来了啊！妈妈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怎么不行啊？他来看我的，别理他。哎，我们继续来。来了。要闹也不是那么早吧？你呀，命太好了，这个时候还在睡觉。哼，以后啊，嫁给人家当媳妇儿啊，做人的新妇就在道理，晚晚去困就早早起。哎，阿嬷，这首歌好听哎。好什么好？你知道他在唱什么吗？阿嬷啊，我就帮你录这首吧。真的啊？好啊，我们就开始了哈。做人的新妇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好，那我试试看喽。Berry trouble sky no light, berry trouble that no egg. Worry sister Mary no blessing, worry brother Mary no bedroom。用英文唱好像怪怪的，你们笑什么？我唱的不对吗？啊，对，没错，而且非常好啊，真的啊？那不要看歌词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Berry trouble sky no light, berry trouble that no egg. Worry sister Mary no blessing, worry brother Mary no bedroom。哇，妈，太棒了！那这些啊，都是这里最好吃的食物哦。来，别客气，多吃一点啊。阿嬷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你也吃吧。好。阿嬷，你什么都买了，就是没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。你呀，要吃什么自己去买呀。这么大了，
难道还要阿妈服侍你不成啊？哼，没想到我们20几年婆孙感情，却比不上一个认识几天的小男孩。这是你自己说的啊！我养了你20几年了，哼，从来呢就没有见你呀，偶尔的逗阿妈开心一下。你看永俊多乖呀，他还帮我录那个 VCD 耶。你呢，整天就会和我顶嘴。笑什么？你别得意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妄想阿妈说你做干儿子，因为我是不会承认的。唉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吃这种干醋，别理他，我们吃。哎呀，忘了拿辣椒酱了，我去拿。阿妈，我去拿。你看他多乖巧啊，多懂得尊敬老人家。是了是了，人家说老婆孩子懂事别人的好，我看现在连孙子也是喽。那摆在眼前的是什么？什么？事实喽。喂，你要长眼睛啊！瞪什么瞪？臭小子，是不是要打你？哎呀！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的？啊！你管我是谁呀？你欺负我的孙子就不对了。以为老人家好欺负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在混红山的。你混哪里的？啊！你个臭小子，你还不走？还不走？你以为我们好欺负啊？走，阿妈在，不用怕的。来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啊？那个野种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呐！你是没有病啊！你要把肾捐给他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那个姚秀亚一身都是病啊！就说你把肾捐给他，他也活不了多久的。你听到吗？他们只会见死不救啊！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去收拾你的东西。妈，我们真的要走啊！你自己看啊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人家都已经不认你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爸爸说他一定会捐肾给我的。他说的话你也信？将那老太婆多说2句，她就会听他的话，哪里还会捐肾给你啊？去，收拾你的东西。我不要，妈，我要留下来，你也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好了吗？你现在发什么神经？撒把心，贱女人，给我出来！你整天从早骂到晚，你不怕爆血管死掉吗？我从来没看过你这么贱的女人呐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现在一定是假要搬出去，扮可怜，博金福的同情，骗他把肾捐给你的野种。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懒得看你这张死人脸呢。还有啊，你告诉你儿子，叫他把肾啊留给自己慢慢用。他这么没种的男人，他的肾有什么用？大海才不稀罕。听见了没有？哈！你这么好心啊，人家当你是傻瓜，说你没种啊！你管他去死也好，管他去要嫁给别的男人也好啊！我一定会捐肾给大海的，无论怎么说，他都是我孩子。那只野种不是你儿子，我不准你把肾捐给他，听见没有？不准！好了，你给我安静了。我不准你把肾捐给他，听见没有？不准！好了，你给我安静了。妈，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话了。真的还要走吗？我们已经不能留在这里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走。为什么一定要走？
爸爸已经认我是他的儿子了。你不要再做梦了好吗？我对他早就已经死心了。我们在这里挨了这么多年，真的已经够了，应该找更好的生活了。帮我把东西搬到楼下去，待会儿阿基叔叔会来帮忙的。来，妈，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，你就自己走吧，我要留下来陪爸爸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们真的走了以后，爸爸会很可怜的。这些年来养你的人是我，为你操心的人也是我，最辛苦的人是我。他为你做些什么？你觉得他可怜？我决定要走，也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打算。我把你养到这么大，你竟然不要妈妈，你要去跟别人？妈，我不是要跟别人，我是要跟爸爸。我也想要跟你在一起的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清清楚楚的问你：跟我，还是留在这里？你自己选。爸爸，回来。回来。我知道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只是我想告诉你，就算你把大海带走，我也愿意把肾捐给他的。妈妈，爸爸已经答应把肾捐给我了。真的不跟妈妈走吗？大海真的不跟你一块走。你先别担心，过几天我们再来接大海。小孩子只是一时想不通，我想大海终究是要跟你的。胡须老，你戴这个听筒也不像医生哎。是不是担心动手术的事？我从小开刀到大，什么手术我都不怕。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两个傻男人站在窗口旁边发什么呆呀？送给你的。哇，
连句谢谢都不说啊？谢谢喽。无精打采的，动完手术后就可以变成正常人了。唉，其实做人很难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我有一个真正的爸爸了，可是妈妈却走了。妈妈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事了？我妈没事，她跟那个男人走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我的愿望是买一间很大的屋子，让我妈妈住。可是就算买到了屋子也没有用啊。你不要担心，妈妈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们肯定住在这里，不会错的。他们现在不在，一定是出去了。你不相信我啊？我是通过慧兰朋友查到这个地址的，那个叫阿基的男人，的确是住在这里。喂，你去哪里？你别心急，我四处看看，放心吧，他们一定会回家的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等到慧兰。要走的话，随时可以走的。我只是说说而已嘛，何必当真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我都没说我要走。慧兰，她回来了。慧兰，静豪，你知道大海就要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吗？他真的决定捐肾给大海啊？大海明天就要动手术了，你为什么要离开他？这个时候，他最需要的人就是你了。你已经坚持了那么久，为什么要放弃？请你搞清楚，我没有放弃大海，从来没有。现在不是我抛弃他走掉，而是他不愿意跟我。你知道你这样做对大海伤害有多大吗？为什么你们都一样，都认定我是抛夫弃子的坏女人？这些年来我所受的苦，你们都了解吗？我现在只不过想过一点好日子，也不可以吗？一定要一辈子都受苦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希望你不要离开大海。他比任何孩子更需要父母的关心，没有你的支持，他怎么继续奋斗下去？你要我回去过以前日子，我死都不甘心。慧兰，大海真的很需要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的家事不用你管啊。志豪，算了，让他去吧。父母是不应该放弃儿女的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大海现在的心情。将来他长大后，心里总会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。无论他做什么，也无法弥补那种空虚的感觉，也无法真正开心起来。请你不要让
变成这样好吗？就算我求求你，不要离开他好吗？大海，妈妈一定会回来，她一定会很失望的。你说那个办法真有用吗？你信我？我听别人说，死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叫回来的。我妈妈只是在睡觉。哦，对，老师只是在睡觉，这样叫醒他比较容易。叫5000次对吗？对啊，你叫一次，我叫一次，直到他醒来为止。好，我先叫。妈妈，你快醒来吧。老师，你快醒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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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，你快醒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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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，你快点醒来吧。妈妈，你快点回来吧。喂。妈妈，你快点醒来吧。老师，你快来醒来吧。我终于领会到你说的那番道理：不能为自己而活，就为别人而活，这就是生存的意义。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？大海有很多烦恼，心里也有很多解不开的痛苦，但是他竟然还有余力去帮助朋友。小小年纪就懂得为别人而活的意义在哪里。或许我想的太多了，其实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是可以很简单的走下去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出来，替你加油，你自己也要努力。别担心啦，我不会死的，我还要让你们请我吃很多盘的菜头粿呢。来，走吧，别紧张，放轻松，豪姐，你是不是有见过我妈妈？没有，不过我知道她还是很关心你，她一定会来看你的。可以进去了。爸爸，大海，大海，待会爸爸在身边支持你啊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爸你也是。大海，妈妈，大海，对不起。
起你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我这次看到你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你每次动手术，都是妈妈陪着你的，这次也一样，啊？太好了，他终于来了。慧兰，谢谢你。你们两个要争气一点啊！我会在这里等着你们出来的。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爸爸听到了。对不起，小姐，请问你们一直挂在窗边的那张婚纱照还在店里吗？诶，你不是相片里的新娘吗？你先生没告诉你，他刚刚把相片拿走了。我先生？对呀，就是照片里的新郎啊，他刚把相片拿走了。你确定是他？是啊，他才刚走哎。当时已经是深夜了，大家都在熟睡当中。突然，我只听到一阵爆炸声，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发现自己没了一只脚，所以就这样被人送回来了。其实没了一只脚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我还是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应付普通的生活完全是绰绰有余。所以你不需要担心，你不用为我难过，只要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待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干嘛跟我道歉？这整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错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就不会去那里，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傻瓜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离开，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没有人叫我去那种地方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。我不会埋怨任何人，也更不希望
你会把这个责任扛在你身上。我从来没后悔过选择爱上你。如果给我再从头来一次，就算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我也会走回同样的路。察觉的悲凉，寂寞开在心事旁，随手种一些伤感，不让星星来窥探，找个沉默的夜晚，找个沉默的夜晚，不让星星来窥探，随手种一些伤感，寂寞开在心事旁。我的关怀方式是你无法察觉的悲凉，只能在新传媒电视第8播的。